你见过真正的衣冠禽兽吗？只因老婆生的儿子全是弱智，男子就侵犯自己的女儿，来为自己传宗接代。一连2胎依旧是女孩，第一个被禽兽父亲直接卖掉，第2个被残忍掐死。更离谱的是，当母亲得知女儿的遭遇后，竟然成为了禽兽丈夫的帮凶。等警方赶到的时候，女儿已经怀上了第3胎。在2005年3月15日这天，3名中年人带着一个怀孕女孩来到广西柳州市公安局报案。当时呢，这3个中年人情绪很激动。这个姑娘呢，生还有7、8个月的身孕了。女孩小兰称自己被一个石姓男子强奸了，而自己肚中的孩子就是对方的。面对如此确凿的证据，警方立刻对嫌疑人实施抓捕。这名男子名叫石和征，今年49岁，广西藤县太平镇宏村人，搬来柳州有10年。在审讯时，石和征拒不承认犯罪事实，直言小兰是同意的。我没去强奸他的不，他的同意的。但接下来的一句话气得民警想当场砍了他。石和征声称小兰是他的女儿，接下来调查到的信息更是让警方的3观碎了一地。报案人朱先生告诉警方，在过年期间，石和征带着这个女孩来租房子，说是要和自己女儿一起住，但当2人搬过来的时候，又连忙改口说女孩是自己老婆。朱先生感到十分困惑，眼前这个大肚子的女孩看起来最多也就19岁的样子，而石和征看起来都能当女孩爷爷了。面对朱先生的疑问，石和征又连忙改口说是他包养的小老婆，但这样的解释却并不能让朱先生信服。石老头的经济实力让人怀疑，他现在身上都还打着补丁呢，哪来的实力包养他人？房东朱先生就住在石和征的隔壁，很快他就发现这2个人竟真的过着夫妻般的生活。而此时的小兰早已怀孕，朱先生趁着石老头不在的时候去问小兰，你们到底是不是夫妻？面对朱先生的询问，小兰支支吾吾的没有正面回答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朱先生不好判断，只能继续关注2人的生活。之后朱先生发现有一个中年妇女经常来看望怀孕的小兰，并且她在与朱先生聊天的时候自称是石和征的老婆。我就觉得奇怪了，怎么老公养了个小婆，老婆老是来看，2、3天来看一次，我觉得奇怪了，怎么会这样的呢？天下没有这种事这样子。3人复杂的关系让朱先生深感不对劲。为了搞清到底是什么情况，朱先生趁着小兰一人在家的时候，再一次来询问小兰。而这一次的回答让朱先生的3观碎了一地。后来我就问那个女的说，她说那个是她妈。我古怪了，有这样事发生的。一个男人有2个老婆，而其中一个叫另一个叫妈。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，朱先生立刻叫来2个身强体壮的朋友，他们一起护送小兰来到警局。在审讯室里，石和征终于松口了，称自己在年轻时一直在家种田，由于收入不高，没人看得上他。到了34岁时还没对象。到了1990年的时候，石和征放弃务农来到柳州打工。也就是在这一年，他遇到了后来的老婆谢美英。谢美英是一个智力有些残疾的离婚女人，独自一人带着6岁的小兰生活。石和征和谢美英认识还没几天，就迫不及待地同居了。1995年，2人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可是这个女儿也带有智力残疾，也是那种神经不正常的，看起来就是说说话呀，看他眼神都看出来了，很不正常。这石和征一直想要个男孩，是个女儿，而且智力还有问题。石和征的厌恶之情都快溢出屏幕了，他一直想要一个儿子来给自己进行所谓的传宗接代。后来石和征得知谢美英有很严重的遗传病史，她生下的孩子都会有精神残疾，小兰也有，不过她的程度比较轻。在之后的几年里，谢美英一直没能生出个正常的儿子。想要儿子的石和征将罪恶的双手伸向了年仅16的小兰。当时你养父是怎么做的？那爬了虫。你知道他想干什么？知道。你当时怎么办的？我叫我。你叫你妈？那你有没有自身有没有反抗？我推他。但当谢美英得知丈夫的恶举后，十分愤怒的她却默许了这一幕的发生。她自己是个文盲，还没有谋生手段，还带着一个智力残疾的孩子，石和征是她唯一的经济来源，所以谢美英默许了石和征的行为。当得到了谢美英的默许之后，石和征变得更加肆无忌惮。从此之后，小兰就成了他的生育工具。为了不被邻居们发现这一恶行，石和征到处租房子住。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2002年。石和征发现小兰终于怀孕了，
便丢下老婆，带着小兰独自去租房子。后来小兰成功把孩子生了出来，但石和征却被气坏了，因为依旧是个女孩。他本来想将这个孩子掐死，却发现隔壁有个人挺想要女儿的，便用800的价格卖了过去。那时候让他背回去给他打扫，哎，是我送去的。然后你拿钱了吗？哪有？拿回来给他依然用完，拿了一起给他。这个孩子是最幸运的一个，在卖掉女婴1个月后，小兰再次怀孕。然而当孩子生出来后，依旧是个女儿。当警方问石和征第2个孩子在哪时，石和征说他把孩子扔路边让人捡走了，但他在讲述的时候，言语中却有很多漏洞。后来在大记忆恢复术的伺候下，石和征终于说出了实情，这个孩子已经被他埋了。回来我讲，那个没在戏我讲，搬了窑的嘞我讲。家呢，我就是演讲老实实，我就拿两个蒙古。石和征怕被邻居看出端倪，便撒谎说埋掉的是一只小乳猪。在谢媚英得知丈夫的做法后，她愚昧的想法却惊呆了一众人。有公安机关啊，清理咧，因為我收過又帶到呢，小嘅我感覺是咪驚。警方在石和征的带领下来到了埋尸现场，石和征亲自动手挖出了被他亲手掐死的孙女儿。宝们请放心，在刑事案件中没被打码的犯人基本上都被判处死刑了。你当时你掐了什么位置？掐他的脖子。你掐了多久？1分钟1分钟。当时他死了没？人间不只有爱，恶魔就在身边。关注我，了解更多人间暗处的危险，看清黑暗，远离黑暗。